作为咖啡界的拼多多，蜜雪冰城的这杯咖啡真的好喝吗？去年11月，蜜雪旗下的咖啡品牌幸运咖也进入了万店规模，成为国内继瑞幸、库迪之后第3个跻身万店俱乐部的咖啡品牌。从2017年创立到2024年，积累约4600家门店，再到2025年10个月狂开5000多家店，这个速度连当年的瑞幸看了都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今年5月，山东、江苏、安徽等6省的幸运咖拿铁系列已经用上了月鲜活鲜奶和短保鲜烘豆，看上去雪王这次是铁了心要在咖啡市场上大干一场。但有个问题始终绕不开，这杯均价6块9的咖啡到底好不好喝？蜜雪冰城卖咖啡这事儿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早在2017年，蜜雪集团就孵化了独立的现磨咖啡品牌幸运咖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蜜雪冰城自家门店的咖啡产品线并不活跃，每年只推1到2款新品，宣传力度远不如柠檬水和奶茶。直到2025年，蜜雪突然高调宣布卖咖啡了，一口气推出6款咖啡产品，定价6到9元，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只卖6块钱，最贵的龙井拿铁和椰椰拿铁也不过9块钱。到了2026年，蜜雪冰城更是砸下10亿元专项资金，补贴加盟商引入全自动咖啡机，把传统低滤咖啡全面升级为现磨咖啡。有试点门店升级后，咖啡日销量冲到近170杯。但是呢，这认真做和好喝之间还隔着10万8千里。网上关于蜜雪咖啡的评价两极分化的很是厉害。有网友直言，喝了一口蜜雪咖啡新品后，劝雪王还是好好买柠檬水吧。还有人吐槽蜜雪的咖啡跟超市买的雀巢速溶一个味儿。更狠的评论是，那哪里是咖啡，分明是带着淡淡咖啡味的水，寡淡发涩，毫无香气，口感稀薄的像兑了大半杯水。的确是，蜜雪未开喝的咖啡在冰箱隔夜一晚，第2天直接成水杯咖啡。所以这杯咖啡到底好不好喝呢？答案可能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，在哪家店买的，以及你对咖啡的定义是什么。蜜雪咖啡最大的卖点是便宜，最大的问题也是便宜。一杯6块钱的美式放在1线城市连便利店咖啡都买不到，但价格低到一定程度必然要付出代价。有消费者观察发现，蜜雪冰城门店没有咖啡机和磨豆机，只看到服务生加了几块冰，然后兑了纯净水。有人总结，蜜雪咖啡用的是低成本的速溶粉或是劣质拼配豆，热水一冲就算完工，没有精细研磨，没有精准萃取，没有温度控制，更没有对风味的半分讲究。这哪里还是在做咖啡？品控问题也是频频翻车。有消费者反映，在浏阳永安店买的雪顶咖啡有不明沉淀物，非常苦，和平时买的不一样。还有人吐槽店员不戴手套口罩制作咖啡，打包不配勺子。甚至有消费者反映，店员拒绝给哨冰的咖啡加冰块。当一家店连基本的卫生和服务都保证不了，咖啡好不好喝已经是次要问题了。而且很少有人知道，蜜雪冰城和幸运咖这对父子现在正互相抢生意。幸运咖 CEO 潘国飞曾信誓旦旦地说，幸运咖做现磨，蜜雪用咖啡粉，两家互补而非竞争。但2026年3月，蜜雪冰城宣布升级全自动咖啡机，正式进军现磨赛道。那个用咖啡粉的蜜雪正在消失，互补的故事也就讲不下去了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两家品牌3线及以下城市的门店占比均超过50%，大量门店开在彼此隔壁，还有产品重合。幸运咖2022年推出椰椰拿铁大卖，蜜雪冰城2023年就推出更便宜的咖啡椰椰，幸运咖2024年推出葡萄冰萃咖啡，蜜雪冰城2025年就上新葡萄冰美式。你出什么我抄什么，还比你便宜，这说白了不就是仇人吗？即使面对铺天盖地的吐槽和内部竞争的挤压，蜜雪集团终于坐不住了。2026年，幸运咖明确提出提质增效战略，开店节奏全面放缓。中国大区 CEO 潘国飞公开表示，2026年将以单店营收增长为主，以规模发展为辅，品质升级也在推进。幸运咖围绕鲜豆、鲜奶、鲜果现场制作的3鲜1线原则，对核心原料做全面升级。鲜奶从常温奶升级为低温鲜奶，咖啡豆探索更短烘焙期。蜜雪冰城主品牌也在同步升级。2026年3月，在郑州启动现磨咖啡试点，6月宣布全国陆续上新，10亿元补贴砸下去，全自动咖啡机配起来，鲜烘豆、鲜牛奶用起来。可问题是，这些亡羊补牢的动作能挽回消费者的心吗？有人觉得6块钱买杯咖啡还要什么自行车，但问题是，你卖的是咖啡，不是自来水。消费者可以接受便宜，但不能接受难喝。正如有网友说的，蜜雪冰城的咖啡不好喝，从来不是价格的问题，而是态度与工艺的差距。蜜雪冰城卖咖啡这事儿本身没毛病，茶饮市场增速放缓，咖啡市场还在狂奔，雪王想分一杯羹，商业逻辑完全成立。但做咖啡和做柠檬水是两码事儿，柠檬水兑点糖浆就能卖，咖啡从豆子到萃取每一步都讲究。你可以用低价吸引人，但留不住人的永远是品质。